這兩天小米117 Ultra 徠卡版算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而且不是因為拍照有多強，而是因為一個变焦環造假的爭議。事情的起點其實並不複雜，一位菜雞博主發布了對小米17 Ultra 徠卡版的拆解視頻，結果被部分賬號截取片段，斷章取義，迅速在社交平台發酵，演變成了變焦環只是軟件調控，沒有實際意義的指控，甚至被直接貼上了造假的標籤。對此，小米公司發言人已經明確回應，相關內容屬於惡意歪曲和誤導性傳播，與事實嚴重不符。而更關鍵的是，最初那位菜雞博主本人也已經發布了澄清內容，否認了被傳播的那種極端解讀。但問題在於，謠言跑得永遠比澄清快，這才導致不少普通用戶在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先把結論說清楚，小米17 Ultra 徠卡版的变焦環不是純軟件假旋鈕，也不是裝飾件，它確實存在真實的機械結構參與交互，但它也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種像單反鏡頭一樣直接靠機械推着鏡片走的東西。理解這一點，基本就能看懂整場爭議為什麼有點跑偏了。從結構原理上看，小米117 Ultra 徠卡版的變焦環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機械輸入加電子識別的方案。用戶旋轉外部變焦環時，確實會帶動內部的齒輪組轉動，這一點在採集視頻中是可以清楚看到的。齒輪組中，小齒輪繼續帶動齒輪軸發生位移，而在長焦模組一側布置有光學位移傳感器，用來檢測這個軸體的位移變化。系統再根據位移幅度精準計算出旋轉角度，並將其轉換為電信號，最終控制變焦、EV、濾鏡等參數變化。重點就在這裡。它的真實感和可控性來自物理結構的轉動與位移，而不是單純的軟件虛擬滑調。但鏡頭內部的光學變焦本來就是通過馬達模組來完成的，這在手機行業裡是基本常識。要在這麼小的機身裡用純機械結構去直接推動多顆鏡頭前後移動，既不現實，也不符合現代手機的設計邏輯。這也是為什麼有網友一針見血地說，這套結構本質上更接近鼠標滾輪的原理。鼠標滾輪也是有物理滾動、有刻度感、有反饋，但真正讓光標滾動的是編碼器和電信號，而不是滾輪直接拖着頁面走。放在手機上，同樣的道理成立。也有網友指出，齒輪的加工精度和緊緻程度看起來並不算高，存在一定的鬆動感。這種評價其實是成立的，也屬於正常的工程討論範疇。尤其是在小米已經進入造車領域，頻繁強調製造能力和工業實力的背景下，用戶自然會用更高的標準去審視這些細節。如果你摸到真機，覺得旋鈕阻尼、間隙、聲音不夠高級，這完全可以吐槽，也值得廠商在下一代產品中改進。但問題在於，把手感一般齒輪鬆動直接跳躍到變焦環造假，全是軟件演戲，中間少了太多邏輯步驟，這也是很多人反感這類節奏的原因。小米17 Ultra 徠卡版的變焦環，它更像是一種在手機形態下對物理操控感的一次探索。你可以覺得它不夠精緻，不夠值這個成本，甚至覺得實用性有限，但至少在事實層面，它並不存在所謂的造假。那麼問題也就留給你了，你會為了一個有真實機械結構，但更多是交互體驗升級的變焦環買單嗎？還是覺得這類設計最終只是噱頭？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